Hello， 大家好，我是豆豆。晋级为6星斗皇的萧炎，在得知寒风的下落后，便决定立刻召集人手前往魔岩谷擒住寒风。萧炎和苏谦大长老离开岩浆世界，将幼生体的陨落心炎安置好后，便与萧丽和小医仙等人商讨着前往魔岩谷的事情。根据萧丽得到的情报，寒风掌控魔岩谷之后，就在暗中联络曾经交好的势力，想要组成联盟。在得知寒风邀请这些势力的时间就在明天，萧炎让萧丽调动所有强者，并联系好与萧门关系不错的黑角域势力，待强者都召集好，明日尽数前往魔岩谷。这一次，萧炎要寒风永不翻身。迦南学院这边，除了千百二老，其余所有强者都会出动，务必要对魔岩谷斩草除根。魔岩谷位于黑角域一处山脉的巨谷之中，今天正是寒风宴请黑角域强者的日子。寒风毕竟曾经是黑角域大名鼎鼎的药皇，今天卖他面子前来的强者不少，其中与萧炎和迦南学院有过过节的金银二老、黑黄宗的莫天行以及阴山老人全都到场。就在寒风举杯向众多强者提出联盟之事时，萧炎和他带来的一众强者出现在魔岩谷。现身之后，萧炎便表明这是萧门与魔岩谷之间的恩怨，只要不是站在魔岩谷一方的，就是萧炎以及萧门的朋友。寒风见千百二老并没有随之前来，便立刻放下心。在他的暗示下，金银二老飞到广场上，散发出强悍的气势。金银二老告诫萧炎，便让他自行离去。但他们的话刚落，萧炎就出现在他们身后，将手搭在了两人的脖子上。萧炎的速度令在场的人都十分惊讶，尤其是莫天行在发现萧炎背后的玉石古翼是那具魔兽干尸身上的古翼后，顿时觉得自己被萧炎坑惨了。萧炎当着众人的面将金银二老震晕之后，便丢了出去。随后他的目光扫向莫天行，询问他莫牙最近是否一直处于昏迷之中。萧炎此话一出，莫天行顿时脸色大变，明白了自己儿子中毒是萧炎背后搞的鬼。萧炎以莫牙的性命要求莫天行今日不得插手萧门与魔岩谷之间的事。解决完莫天行，寒风这边的斗宗强者就只剩下他和阴山老人。黑角域的其他强者也有很多人陆续离场。寒风见走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将他的底牌魂殿的人召唤了出来。今日的消息本就是寒风故意走漏出去的，为的就是将萧炎引来。寒风早就已经联系好了魂殿的人，在他的召唤下，几十名魂殿的人出现在周围的山壁上。好在只有领头的宣护法一人是斗宗级别，其他人都不足为惧。在宣护法的带领下，魂殿的人开始结万魂式临阵，无数被他们操控的血色灵魂朝着萧炎等人攻击。这个阵法厉害之处在于每一道灵魂被萧炎等人斩杀后，便会化为纯粹的灵魂之力吸入黑云之中，慢慢的形成一道聚合了数万灵魂而生的凶魂。这个凶魂相当于一个与宣护法实力相差不大的化身，想要破阵就要将宣护法杀了，但他早已藏匿在黑云之中。就在众人不知该如何时，天火尊者告诉萧炎，陨落心炎就是灵魂的克星，只要他单纯使用陨落心炎攻击他们，这些灵魂便会化为虚无。萧炎使出五轮离火法，凝聚出一个巨大的狼形火灵。随着狼形火灵的大规模屠杀，躲在黑云中的宣护法使出血魂蛊，想要让所有的灵魂互相吞噬，形成凶魂。萧炎察觉到他的意图后，将火灵朝着宣护法而去。火灵并没有击中急速退开的宣护法，而是射入黑云之中爆开。这一击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但却也无法阻挡凶魂的成型。就在萧炎融合好两色火莲，准备攻击慢慢成型的凶魂时，天火尊者让萧炎将凶魂交给他。这么多的灵魂之力对天火尊者来说简直就是大补之物，若是他可以将凶魂吞噬炼化，灵魂力量也可以恢复到斗宗层次。有天火尊者的保证，萧炎便静立在一旁等着凶魂凝聚成型。凶魂凝聚成型之后，宣护法和寒风的气焰越发嚣张。萧炎告诉苏谦大长老和小医仙，凶魂和宣护法交给他。大长老和小医仙虽然很担心萧炎，但也知道萧炎不是会鲁莽行事的人。萧炎朝着凶魂而去，在他的拳头与凶魂的拳头碰撞在一起时，萧炎手指上的纳戒散发出刺眼的光芒。与凶魂有着灵魂连接的宣护法顿时脸色大变，一股强悍的吸力从纳戒中暴涌而出，瞬间将凶魂笼罩。在这股吸力的作用下，即使凶魂拼命挣扎，
法也只是离那界越来越近。宣护法察觉到凶魂的处境，想要将他扯回来，在宣护法的全力拉扯下，即将力竭的天火尊者不得不寻求萧炎的帮助。在萧炎灵魂力量的帮助下，天火尊者开始占据上风。就在他们不断拉扯的时候，一旁的寒风终于待不住了。寒风命令阴山老人动手，自己也举起长剑，狠狠地刺向萧炎的脖子。不过这一剑却被小医仙拦了下来，而出手慢了一拍的阴山老人也被素仙大长老拖住了。小医仙护在萧炎附近，寒风根本无法下手。此时的宣护法也终于护不住凶魂。天火尊者在将凶魂收走，暂时封印之后，灵魂力量完全枯竭，即将陷入沉睡。他告诉萧炎，必须要在10天之内弄到滋养灵魂的东西，将他从沉睡中唤醒，否则他的灵魂就会消散，到时候凶魂也会再度出来。萧炎让天火尊者放心，自己一定会在10天内将他唤醒。凶魂被收，宣护法受到剧烈的反噬，不仅灵魂受到重创，实力也大幅度下降。这种情况下的宣护法完全不是萧炎的对手。宣护法在暂时躲过萧炎的攻击后，正准备叫寒风与他一起动手时，寒风从他的背后将宣护法一击毙命。宣护法死在了寒风的手中，他的灵魂也被寒风一口吞噬掉了。随着宣护法的灵魂入体，寒风的实力暴涨到了5星斗宗巅峰。看着实力暴涨的寒风，萧炎让小医仙帮他争取点时间，但尽量别再解开恶难毒体的封印。多次解开封印，让小医仙距离毒体爆发的时间越来越近。万一哪天出了什么事，萧炎根本无法心安。小医仙却告诉他，这段时间他很开心，就算出了什么事情，也是他命不好，与萧炎无关。他们的谈话被实力暴涨的寒风打断。小医仙迎上寒风，想要给萧炎足够的时间融合火莲，但寒风如今的实力在小医仙之上，没有解开封印的小医仙根本拦不了他多久。情势所迫，小医仙不得不再次解开封印与寒风对战。而另一边，素仙大长老和阴山老人也只是时不时的动下手，双方都未尽力。阴山老人和其他强者都很清楚战局的胜负在萧炎和寒风之间，而且今日说到底是萧门与魔岩谷、萧炎与寒风之间的恩怨，万一站错队，日后绝对没有好果子吃。所以他们现在就属于边动2下手边观战的状态。当萧炎的3色火莲成型后，寒风顿感情势不妙，3色火莲在射向寒风划过小医仙头顶时，小医仙喷出一丝紫色鲜血，黏糊在火莲的一处。萧炎的火莲一出，整个山谷轰然崩塌。当黑雾渐渐消散，全身重伤鲜血淋漓的寒风出现在众人的面前。看到寒风的狼狈模样，阴山老人终于打消了对菩提化体弦的贪念，毕竟宝物再好都比不上自己的命。在小医仙的血誓下，寒风最终爆体而亡。寒风将自己大部分的灵魂力量抛弃，独留一丝连寻常斗宗都无法察觉的灵魂逃匿。不过他的这种小把戏却无法逃过萧炎的灵魂感知力。萧炎将寒风的灵魂力量用异火包裹，丢入玉瓶之中。而随着寒风的死亡，这场大战也宣告结束。萧炎在将阴山老人和莫天行打发走，又处置好其他事情之后，便开始在魔岩谷寻宝。魔岩谷身为黑小玉的老牌势力，其中宝物绝对是数不胜数。而萧炎这次又能找到什么好东西呢？好啦，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